什么味儿啊？我靠！谁这么没骨头下？原来你躲在这儿了，赶紧把宫里贵人的衣服给洗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啊？不是，一定是我睡糊涂了。小夏子，赶紧的，陛下那边在催了。啊！哎，不管了，情况不对我就跑路。不过这皇帝是个娘们儿嘛，洗澡就洗澡，还有牛奶鲜花，哪个大老爷们儿用这玩意儿？谁在那？陛下，怎么了？没人说话呀？兴许是朕听错了吧？陛下就是太过紧张。都说这深宫寂寞，皇上这一个人哪忙得过来啊？我这是为别人分忧解难。到底是谁？陛下，刚刚门外就是他们几个。绝对不是幻觉，是谁竟敢随意什么编排着？情况？洗澡洗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出来了？怪事，我为什么能听到他的声音？全拉下去斩了！陛下饶命！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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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陛下饶命啊！不是吧？陛下怎么动不动就要砍头啊？3步之内枪又快又准，我要不要先下手为强？等等，枪是什么东西？抬起头，搜他全身。说，还有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何物？我靠！不是吧？我堂堂一个现代人，竟然被一个古人给阴了！完了完了！早知道我就该把这个秘密告诉国家。以国家现在的实力，那简直就是吊打原始人。现在全完了。现代人背后还有一个国家。这是何物？手枪杀人的土老帽，你见过吗？你会用吗？啊，这是奴才的一个玩具。玩具？是啊。我靠！千万不要对着我，别对着我，千万别对着我，别对着我！陛下，此物名为手枪，是奴才家乡的东西，你不能杀我。你若是杀了我，立刻就会有很多人带着这些东西过来找你。小小玩具，能有多？也就一般般，这绝对不是我大钱的东西。莫非他说的是真的？他背后的实力可以轻松拿捏大钱。陛下，您不能杀我，您若留着我，我还能为您出谋划策。你如果杀了我，杀他不难，可若他说的是真的……不好了，陛下，年将军带着藩邦使者直闯这屋殿，说是要见陛下呢。朕就留你这条狗命，看你怎么样体现你的价值。明白，
明白。看着他。是。本将军带大藩使者前来觐见陛下，陛下却避而不见，是看不起我年某人，还是看不起大藩使者呀？年将军莫要着急，陛下正在换装，一会儿就来。皇上驾到，跪！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岁！起身。谢陛下。年将军为何如此着急？这大藩乃蛮夷之地，让他们等等又如何？陛下此言差矣，大藩使者不远万里前来商讨两国之事，岂能怠慢？他在说什么？陛下勿怪，大藩使者不懂我大前语言。陈翻译，还不赶紧把大使的话翻译给陛下听？使者说，大藩此次前来是想让大前将漠北两城划于大藩。啊！放屁！国土岂能轻易予以他人？你这蛮夷之辈，胡言乱语！大藩不愧是蛮夷之国。放肆！这使者是在胡言乱语吗？凭空让我大前割让两城，莫非不知道我大前的兵锋力吗？使者说，若是不同意，恐怕两国会有战况。陛下，漠北城山高路远，若起战事，粮草不及，人手匮乏，不如归划于大藩，换取利益。使者已经答应，若是归划漠北城，大藩愿意向我大前称臣。简直就是荒谬！年将军，你这是卖国求荣！年将军，这便是你前去大藩给朕带回来的交代吗？年将军，那是我们大妈的好朋友。使者说，年大将军将一直是大藩的好朋友。你告诉使者，自古就没有凭空割让领土的道理。他要战，朕便战。对，那就战。不错，若战便战。가끔은 말고 떴다 이거 나가고 배제 벌레가거래 살레레레 보보하는 걸 보세。使者说，漠北两城自古以来就是大藩的，但大藩有仁慈之心。若是陛下能认出使者带来的2件汉城特产，大藩愿意将漠北两城交于大前之力。如若不然，就归于他们。信口胡言！漠北从来都是我大前的领土，何须证明？使者说，莫不是大前连自己国家的特产都认不出来？陛下，微臣觉得还是答应了好，也好让这藩邦小国认清自己的位置。可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连草都拿出来了？不知道啊，不过肯定不是一般的草。嗨，我还以为啥东西呢？这些东西要拿出来丢人现眼？朝中大臣无一人认识，他竟然认识，莫不是真如他所说，我们是乡巴佬？李大人，你见多识广，可认得此物？诺。胡大人呢？臣只识得这是一株草，但具体是什么草，臣便不知。使者说，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草。这闻所未闻呐！这么神奇吗？有人认得这是什么东西吗？使者说，认不得的话，那漠北两城可就归我们了。陛下见多识广，应该认得这些东西吧？应该认得，
区区一点小事，还需要朕亲自出马吗？朕难道是养了一群废物吗？陛下恕罪。也罢，纵然是朕养了一群废物，但朕的宫中也是有可用之人的。小夏子，你去。你若不去，人头必落地。我操！这古代皇帝一个个都变态，都喜欢杀人。使者说，区区一个小太监，恐怕连今儿都不认识。陛下不可！陛下就算认不出来，也不用用一个小太监来羞辱我们吧？一座漠北城而已，我大前有上千座。上千座？亏你说得出口，年将军。年将军还自封大前第一将军，连这都不认识。若是此物被一个小太监认出，你们该如何自处？若他能认出来，以后我为陛下马首是瞻。这可是年将军说的。我靠，这是把我当工具人了，真想胡说一通。哟，区还魂草也值得拿出来说呀。这还魂草莫非是能起死回生？哼，只不过能治疗女子的月事不通啊！这么神奇的草，只能治疗女子月事不通？这一点，使者大人应该比我还要郁闷吧？使者说，这位小太监说对了，回去治病去。哎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星图吧？你瞧瞧，还围绕太阳转呢。你们这是把日心说提出来了。这最后一件东西乃是怀表，这是用发条等制作而成，表示滴答滴答滴答时间的东西。我说的可对？使者说，陛下说的全对。陛下威武！怎么会这样？使者说，但是这代表不了什么，漠北还是要归他们。哎，不是什么？使者是要言而无信了吗？使者说，不守信用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蛮夷果然是蛮夷之辈。陛下若要战，臣愿做先锋。这狗东西在翻译什么啊？这使者明明说了愿赌服输，要把漠北城归还呢。哦，原来这货是年启山的人，那就不奇怪。陈翻译，朕再问你一次，使者刚刚真是这么说的吗？确定。你当朕真的听不懂梵文？朕最后再问你一次，使者是否是这么说的？确实是这么说的。放肆！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使者刚刚明明说的是愿赌服输，把漠北城归还给咱们，你当朕真的听不懂？来人！陛下恕罪，都是……你狗奴才，连翻译都翻译不好。年启山，陛下莫怪，微臣已经斩杀了这作乱之徒。好得很呀，年将军。我操！当着皇帝的面杀人，无法无天呐！不过这皇上能听懂梵文，有几把刷子。朕今日罚了，年将军退下吧。年将军还有何事？陛下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呀？什么？凡将军班师回朝，都要由大前第一画师画下君臣夜宴图，昭告天下，凸显陛下天威。陛下是不是忘了？王大人，有你话。慢。陛下，皇后才是大前第一画师。放肆！皇后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我的妹妹为何见不得？我说这么狂，原来是内宫有人呐！这皇帝做的是真是提心吊胆，枕边人都是同床异梦呢。那就……不过论画画，谁有我照相机照的好啊？年将军是觉得此画由大前第一画师画，还是皇后画？皇后就是大前第一画师，如今已经易位了。小夏子才是大前第一画师。我
你若是能画出来，朕重重有赏。我不会画。可你说你会，我啥时候说我会啊？你要是画不出，休怪我清君侧。操！这是要我拿出真本事吗？陛下稍等。听雨，跟着他。是。哎，要不要不回来了？哎，不行啊，还都说要赏我了，这万一赏我个7万珍宝啥的，那我不就发了？陛下，奴才准备好了。笔墨纸砚伺候。哎，不用。没有笔墨纸砚怎么作画？对呀，没有笔墨纸砚根本就不可能作画呀。诸位都站好了，我喊3、2、1，大家喊茄子。3、2、1。哎呦，这张不好，都闭眼了，咱再来一张啊！3、2、1，茄子！哎呦，哈哈哈哈！好好好，这张好。陛下请过目，这就是与君夜宴图。年大将军如何呀？哼，这比皇后画的好多了啊，而且速度还很快。是啊，你看咱们陛下多威严呐！微臣告退。护驾！年将军这是做什么？年将军这是做什么？陛下，太监不得干政，我正在为您解决祸乱源头。我靠，有病吧？我又不是太监。不是太监，放肆！这是朕的事。为陛下分忧，杀了他也是臣的事。奶奶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老邓这么欺负我，老子要常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年大将军，陛下纵容你，那是对你的宠幸，你该不会真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吧？天下无敌不敢当，不过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镇山河。大前第一臣说的就是我。那不知你可敢与我比试一场？一个小太监有什么资本跟我赌？小夏子听令，朕现在封你为后宫总管太监，这下可有资格了？说吧，赌什么？哼，文武比试3局2胜，若让我侥幸胜了，你这个镇北大将军就得交出帅印，并且承诺永世不得为官。好大的口气！不过这个比赛内容嘛，可由我来定哦，不知道你敢不敢接呀？赌约我接了，明日午时校场见，赌约就是你的性命。微臣告退。陛下为何要帮我呀？朕无需向你过多解释吧？呀，这狗皇帝，老子今晚就去睡你的女人，吓得这个啥？夏总管，哎，今日朕要谢谢你，朕赏你一个随意行使后宫的权利，如何呀？谢陛下，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后宫佳丽3000，我来了。奴才告退。陛下，这小夏子心术不正，怎么给他行使后宫的权利？朕要的就是他不安好心，心术不正。传令下去，今天夜里各大后宫宫门锁，除皇后那儿，
陛下，遵旨。邪了门了，怎么哪儿都上锁？嘿嘿，终于有个活的了。支书，添水。来啦！极品啊！这长相，这身材，粉粉嫩嫩，不愧是后宫的美人。陛下，哎，你，我好看吗？陛下，哎，当然是陛下了。哥哥刚班师回朝，陛下就算看在哥哥的面子上，也会来臣妾请功的。更何况，这宫里除了陛下，还能有谁？爱妃说的是。哎呀，哎，值了，哪怕现在被拉出去砍头都不亏。陛下，爱妃醒了。讨厌，昨夜那么不知怜惜臣妾。那我看你昨夜也挺开心的。开心倒是开心。陛下虽国事繁忙，但也要多体谅臣妾等姐妹，多来后宫才是。哎呀，那咱们现在再来一次吧。有了这些宝贝，回到现在随便搞什么东西，不是吊打那个年将军。哎呦我去，这是个好东西。哎呀，真漂亮，就你了。可惜了。哦，哇，这么多青花瓷瓶，这不得值个几千万啊！我去，这簪子，这少说不得值个几百万呢！还有这一对青玉镯，陛下，
小夏子从皇后娘娘寝宫拿了很多珠宝翡翠，然后回到司礼监休息室，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不见了？你觉得他会回来吗？这，如按陛下所说，他是来自外面的世界，恐怕不会再回来了。哼，这男人偷腥就像猫偷鱼，永远只会觉得下一个更好、更妙。严冰云可是大前数一数二的美人，他定会舍不得的。老周啊，看成了。有这么个事儿啊，我最近淘了些好物件，你帮我长长眼。就你那破烂东西，能有什么好东西啊？我去，极品翡翠，看值多少钱？上次在佳士得拍卖会至少值2000万。2000万？啊，这个。这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明白。你瞧瞧，看是什么东西。还有这个，这些东西加起来给个数。我去，这么多东西，至少值2个亿。2个亿啊！发了，这下真发了。哎。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假如啊，我就打个比方，如果你回到古代，要跟古代人比试，什么东西能赢过他们？那不随便比吗？大夏国足客场0-7惨败霓虹队。下面我们来听听前跛脚范大。随便我用你说呀？你看见没？就这帮怂的，扔到古代照样碾压他们。对呀，我怕个锤子！咱们大夏这么发达。要是比不过那群乡巴佬，白白发展那么多年了。威哥，你人脉广，帮我个忙，帮我约下大夏国足，老子要帮他们重振雄风。陛下，这日头都偏中了，怎么还不见小太监的人？他若是不敢比，就乖乖的奉上人头，也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年大将军就这么笃定可以赢朕的总管太监吗？微臣说了，我若连小太监都赢不了，那我这虎符不要也罢。陛下，小夏子来了，还带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这都什么人呢？你给我带哪儿来了？排泄啊！磊哥息怒，只要咱们踢赢了，他们1场1个亿呀！不是，磊哥，咱可得事先说好了。这村子呢，你也看到了，还有一些封建残留，一会儿你可一定得听我话啊！陛下，奴才来了。小夏子，这就是你准备的第1场比试吗？没错，蹴鞠乃是我大前必备文娱，从天皇贵胄到平民百姓都能玩，而且讲究战术配合，也不算欺负年大将军。欺负？我军中2郎个个都是蹴鞠好手。陛下，你确定要比试就比试这个吗？小夏子，大前每年都会举行蹴鞠比赛，你确定要吗？好，奴才。你们的比赛能跟我们比啊？放肆！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陛下讲话？你他娘的客气了啊！你们都以为他是皇帝是吗？还真拿他当皇帝了？下来，下来！嘘。陛下呀，他嘴臭，我下去教训教训他。你干嘛呢你？啊，咱们怎么说的？钱！听我的，听我的。磊哥，你赶紧快，顺着他们来啊！行。那就比这个吧。
你们现在就乐，等一会儿磊哥教教你们什么叫做领先好几百年的球技，打不过小日还打不过你们这群原始人吗？磊哥，这村超还用蹴鞠来练球呢，这不得打他们个2位数啊？毕竟花了钱呢，不要让他们太难看。9比0就好。嘿，得嘞，开始。磊哥，加油！加油！嘿，我操，你干嘛呢？你耍什么帅啊？跑起来，跑起来！哦，好嘞。啊！磊哥，这都顶不住！磊哥，这帮人有点东西啊！赶紧的，快走！走！哎，就这，好大的脾气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冠军呢，原来就这么点本事啊！啊，这毕竟是后宫阉人选的人，底下少了2两肉，我看呢，还是回家多吃点海参补补吧。啊！小夏子，这就是你说的必胜吗？陛下，一个球，才一个球啊！上半场结束，0比7，连大将军暂时领先。打不过小日子也就算了，现在连个乡巴佬都打不过，我看呢就该回去解散。磊哥，他们素质有点高啊！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刚才连个村超都踢不过。不是你不花钱，给点面子是吧？你花钱了吗，大哥？大哥，给我面子，0比7，脸都不要了。陛下，这还用比吗？上半场7比0，这下半场能追得上吗？我看呢，把这个小太监交给年大将军，他就是哗众取宠的小丑。是啊，年大将军才是国之栋梁，可不是什么小太监就能比的。废物，拉下去砍了！陛下，陛下息怒啊！怎么，你也想被砍头？我不是说唱球，不至于吧？是啊，磊哥，这家伙他们要砍我脑袋！当然，陛下有令，金口一开，等待你们的必然是人头落地。陛下，我求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下半场他们一定好好踢，说话呀！好踢！对。行，朕再给你们一次机会。陛下，我手下军事实力有目共睹，就算砍了他们，也踢不过我们。我下半场再踢出个2位数，那丢的可不是我年启山的脸。就是，这些菜鸡也配踢球？别比了，给他们拉下去砍了。知道他们菜，没想到这么菜，丢人都丢到异世界去了。你们说还用比吗？别！能赢吗？能！进了，对，就这么打。哈哈哈哈哈哈！平！陛下，我们平了。打平了怎么算？再比？不是你没看见他们都伤成什么样子，怎么再比啊？看来你承认技不如人。蹴鞠，年大将军的确与我不相上下哈。明日我们再比其他。那就3局2胜吧。
小夏子，下2场比赛不要让朕失望。恭送陛下！陛下，不行，太险了，玩这把我就跑路，要不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小夏子，哎，过来。你的这些球员啊，确实不错，但是这球技还需要提高。不如这样吧，这几日交给听雨严加训练，等过2日比赛完了以后再交还给你。啊，这不在合同里，加钱呢！太阴险了！这要是弄丢了国家队，回去不得把我皮给扒了？不行，第2场比赛一定得拿下。陛下，陛下，你坏！这刚下朝，你怎么就换上了这身衣服啊？啊，这微服私访嘛，微服私访。后宫里还是妹子好。陛下，你坏！陛下可还为今日比试的事情忧心？是啊，哥哥无状，还请陛下恕哥哥无礼之罪。我靠，这妹子竟然是年大将军的妹妹！是啊，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将军回朝，笃定皇上会来他的寝宫。当时京城上闹，竟然没听出来。没事的，朕都习惯了。完了，这下必须要赢，否则皇帝就算不砍我的头，那年大将军也必杀我呀！陛下若是不开心，臣妾随陛下处置。朕怎么舍得杀爱妃的哥哥呢？哼，这姓年的手底下的人身体素质挺高的，该怎么赢呢？有了，不过此行凶险，我必须要给家人留够足够多的钱。陛下，臣妾的一切都是你的，你为何要偷拿呢？我就是手痒。爱妃啊，你放心吧，朕以后一定加倍补偿给你的。陛下，小夏子又在那寝宫之中消失。什么？那群人有问出什么来吗？没有，他们只是说我们非法拘禁，让我们赶紧把他们放了，要不然耽误了比赛，有我们好看。脖子上怎么不加一把刀？踢得这么烂，还好意思比赛？胡大人，不知这更高、更快、更强是出自哪位大人之手啊？这闻所未闻，不过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莫非这是今天的比试内容？小小太监如此不把年大将军放在眼里，这教场之上还有谁比得上大将军？不过求死而已。陛下驾到！参见陛下。免礼。陛下，哈哈，又带了一群歪瓜裂枣来了。这几个看着感觉还没上次几个厉害呢。是啊，不会又像昨日一样，刀架到脖子上才发力吧？夏安，如若你今日再败，朕也救不了你。陛下，若是此次再败，不用陛下出手，奴才自挂城门楼上。今日比什么？今日比试3局2胜，这第一项便是跳高。简单的来说呀，谁能跳过那杆子谁胜。
若是都能跳过，便拔高杆子，再次比试。这有何用？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哎，非也非也，我大强伤亡率最高的兵种便是斥候。若是能跳得高、跳得远，就能更好的躲避流矢，提高生存率。如此，比试便罢。比赛开始。哎，哈哈。看着搞笑的。年大人，你的兵怎么跟个小丑一样啊？哎呀，年大将军，行不行啊？你不是说你的兵啥都行吗？废物，这点高度都跳不过去，我亲自来。哦，哎呀！我就不信你们能跳得过去。哟呵，开始。如何呀？就算你拿下一城。这第二项比试，跑步。跑步，这也太简单了。哎，这可不同于一般的跑步啊！大家请看场地。这是啊，陛下，此为障碍跑。障碍跑？何为障碍跑？大军在外行军打仗，各种复杂地象不一而足，而障碍跑能够模拟各种复杂地形，增强官兵作战能力。如此看来，确实应该这样安排。准了。班长，这把你来比。我来比？不是，这专业的事情，自然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你说的天花乱坠，莫不是信口雌黄不成？你要跑不了，为何要要求我的人跑了过去？可是我……年将军，这也太过分了吧？就是，哪有统帅亲自上战场的？怎么没有？每次征战，我都身先士卒。我虽能跑，可这种劳心劳力的事情，怎么能亲自去做呢？年将军说的对，就你去比啊！你去，我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哎呀，可是你若不去，人头即刻落地。哎呦，我操！狗皇帝！哼，是，还好我喜欢健身，在体验馆跑过很多次。比赛开始。各就各位，预备！夏总管还是有点本事的嘛。对，看来他说的都是真的。陛下，
如此，年将军可满意了？第二场比试，夏安胜。这健美是何意啊？所谓健美啊，自然是袒露上身，让陛下和百官去评判谁的身材更美，那谁便赢了。伐天下之大计，用美来审判世人。哎，非也，健身啊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若是有一副好的身体，那做什么事能够不成功呢？我军最擅长持久。请吧。这如此疯狂，陛下，请陛下评判。好。我靠，这活人是男童吧？以后得离他远点儿。小下子的人甚美，但朕认为，这身上有刀疤的男人更有荣耀感，更是为我大钱而战。所以这一局，朕认为年将军的人更胜一筹。哎，不是，不错，将士为国征战，百战之功，车骑将军可以酬其功。还是年将军的人更美。哎，不是你俩是哪边的？我也站在年将军这边。我靠，玩我呢？还好，3局2胜，今天算是赢了。年大将军，此局你赢了，但是3局2胜你输了。不过是侥幸你赢了罢了。明日自见分晓。微臣告退。微臣告退。将军，这明日一比，咱们不得不防啊。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将军，我有一计。妙啊！小下子，哎，你可是帮朕赢了一局，想要什么奖励？不敢，为陛下做事是奴才的本分。不错，确实有几分奴才的功绩。若陛下高兴，不如把之前那几位球员……他们跟宫里那些人正在切磋交流，想要学习更多的技艺。等比赛结束后，自然会放他们回去。你可是听到了，并不是朕不想放了他们，他们自己不愿意啊。哥哥，听说今日教场失利，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他是君，你是臣，你可千万不要和他起冲突啊。男人的事情，女人少管。好了，妹妹，为兄此次前来，正是为了缓和与陛下之间的关系。真的吗？我与陛下之间的隔阂，都是因为一个小太监。小太监？一个小太监，竟然敢隔阂陛下和哥哥，该杀！没错。只要你帮我杀了他，我与陛下之间自然会君臣欢乐。哥哥放心，妹妹定不负所托。好，这是他的画像，找机会杀了他。那我先走了。怎么会是他？他是太监。他怎么会是太监？不行，他必须得死。他若不死，被陛下知道了，那我们全家都得死。爱妃，嗯，没有人啊？小冰冰，
小云云。陛下，爱妃如此迫不及待找我来，是有何事啊？臣妾这不是想陛下了吗？哦，这才1天不见，就这么迫不及待。陛下，别着急嘛，先用膳。你这小机灵鬼儿！来，陛下，今日大圣年将军为陛下贺。我来喂陛下。爱妃，你这什么酒？怎么后劲这么大呀？爱妃，你个死太监，这是断头酒。爱妃，你要干嘛呀？你快把我放了呀！爱妃，你个小太监，竟敢冒充九五之尊！爱妃，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皇上啊！皇上，你当真欺我无知吗？夏安，小夏子，年初进宫，是陛下的贴身大总管。不是，爱妃，你先把刀放下，你听我好好跟你说呀。我听你说，你如何戏耍我吗？我今日就要将你凌迟处死。该从哪里下手好呢？一个小太监，那就从这儿开始吧。不，这边缘，你清醒一点啊！我清醒？你让我怎么清醒？我堂一个皇后，居然被你一个小太监给……你以为是谁让我来睡你的就是皇上啊？年大将军是我军权，他能放心让你得宠吗？不可能，陛下他不会这么对我的。你以为深宫里面有真情吗？这一切都是为了皇上拿你年大将军把柄，所以才派我来睡你的。不可能！总算把他唬住了。你放心吧，皇上不宠你，我宠你。而且皇上说了，只要解除了年大将军的官职，他就答应我一个条件，到时候我就向皇上求娶你。真的？千真万确，要不然就算我有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上你床啊！更何况，要不是皇上允许，我一个小太监，我能在宫里窜来窜去的？就算陛下答应你，可这天下之大，我又该去哪里？你信不信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男人只能娶1个老婆，而且没有打打杀杀的，每个人都是平安喜乐的？真有这么一个地方？我可以对天发誓，此中事了，我就带你过去。夏郎，夏郎，我没有弄疼你吧？不疼，只要你愿意，你把我摆成什么形状都行。你刚刚把我摆成一个太字，如果你一刀下去，我就变大字了。夏郎，你坏了。你放心吧，只要办完这件事，我就来找你。还是古代女人好骗呀，随便一个理由就把她给唬住了。不过这地方恐怕是不能待了，我得去把他们放出来，一起回去。小夏子，你好大的狗胆，居然敢睡朕的女人！好大的狗胆，居然敢睡朕的女人！哎呦，陛下息怒，奴才不懂您在说什么呀。要是皇上知道我睡了他的女人，8个头都不够砍呢。不懂？刚刚从何处出来呀？陛下明鉴，是皇后娘娘招奴才过去服侍的。更何况奴才只是个太监，怎么能睡了皇后呢？太监啊！天宇，你这怎么还要如何狡辩？太监，完了！臣现在就将他碎10万吨！陛下饶命！陛下饶命！第3场比试还需要奴才，需要你啊？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第3场比赛，陛下已经决定好了，文比年将军。年将军毕竟是武将一枚，
怎么能跟陛下相比？陛下自然是胜券在握。陛下，这文笔我也行啊，奴才熟读唐诗300首，什么诗仙诗圣的诗我都会了，我一定能助陛下一臂之力。拖下去啊！我这走。陛下，您再考虑考虑。完了！终日打雁，却被大雁啄了眼睛。这皇帝怎么不是个女的？要是个女的，我说不定就能攻略她，带她到我们的世界去玩了。等等，先把她关起来，等比试完了再说。是。走。参见陛下。小太监呢？说好了第3天比试在政务殿，他人呢？小夏子有要事在身，他已全权委托朕来替他比试。陛下，那不知这第3天要比什么呀？我大前文治武功皆有所得，前2日比的是强军之法，这第3日便比文治之功。年大将军，我承认你带兵是有一些本事，但是文笔你是万万赢不下来的。不错，年大将军，我劝你还是趁早认输吧，否则到时候弄得大家都难看。这是喝了几杯吧？大白天的开始说胡话。我堂堂大将军，文治武功自认样样不落。不过你们放心，和你们比还用不着我亲自动手。文先生何在？啊，这不是文坛领袖文一帆吗？前几日文先生投奔于我，如今是我席下一幕僚。见过陛下。完了，他怎么会来？先帝曾评价说天下文采共10斗，文先生独占8斗，他不是闭关了吗？怎么会突然出现？这还比个屁！谁上去比个？见过陛下。文先生来了。文先生隐居深山，不问世事已经许多年，今日为何在此？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情罢了。陛下，这还没开始呢，就士气低落了，还用再比吗？自然要比。这前几局，朕这边已经是2胜1平1负。好，那今日就再比3局，免得让外人觉得我恃宠而骄啊。若是这第3局将军还是输了，可不能再找什么借口了。不服在此，今日若输了，尽管拿去。文先生怎么比？这第1项便是比见识。若是陛下不认得这些字，我看就没有比下去的必要了。我只认得鬼呀。这每个分开了，我好像都认识。这组合一起是什么？李氏文臣，你问我。诸位爱卿，可有人认的？可有认得的？哼，陛下若连第1关都过不了，只怕会贻笑大方啊。陛下，若是陛下不认得这些字，这第1局就算我们赢了。一群废物！我来试试。夏安，见过陛下。你怎么来了？奴才文采斐然，听说陛下有文笔，特意来为陛下效犬马之劳。要不是小云云求我过来，缓和你和年大将军的关系，我才不来。夏郎，你快去阻拦我哥！我哥请了文坛领袖文一帆，若是陛下比试失败，我怕他要挟势造反呢。哎呦，大将军和陛下这种猛兽打起来，只怕我们凑不到边儿啊！走，我带你去另一个世界。走。夏郎，我和我哥从小相依为命，他虽然跋扈了些，但那是我哥，没有了他，不知道我该如何生活下去。你夏郎，我知道你非同凡人，我求你。好，算你有心。若今日比试你赢了，过往之事朕可以既往不咎，并且还可以答应你另外一件事情。谢陛下。这位是宫里的一个小太监。一个小太监竟敢大言不惭，你认得字吗？认识的不多呀，但恰巧你这几个都包含在内。拔萧魁骥，魑魅魍魉，追疑慢魁。文先生，我说的可对？文先生，
我说的可对呀？不错，全对。夏总管，你真棒！好，这第一局我们便是赢了，还要再比下去吗？如若剩下2局你们就算赢了，也不过是打平而已。不过认了几个生僻字而已，哪里算得上是文笔？哪里有文采啊？陛下，既然年将军不服，那咱就再出题吧。陛下文韬武略，年将军此举不过是打自己的脸罢了。哼，任你说破天，也不过几个生僻字而已。哎，年将军，这可是你拿出来说是生僻字了，我可从来都不认为这几个字是生僻字，这分明就是陛下用在皇宫里教育孩童的。教育孩童？当然了。我们中国的汉字落笔成画，留下5千年的历史，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撇一捺都是故事。规矩火把前程向导望，四方天地锣鼓震藏。古人相信生意变恶良，八朝诡计魑魅魍魉。有双若浊，火焰炎翼，世局渺茫瑰宝。种种接力沆瀣一气，区区独行醍醐灌顶，面面挂蝶，凤尾龟臬，龙行大大犄角旮旯，娉婷袅娜，涕泗滂沱，暖脑不休，虎狼不忧。多结蝶血。这不过就是一首蒙童歌曲而已，何来生僻字啊？那刚刚他们为什么读不上来呢？哎呀，那是诸位大人觉得丢人，不屑与大人您争辩而已。大将军远征归来，这京都啊，已经不同于往日了。对，我们不屑读出来。这字谁不认识啊？不就是魑魅魍魉吗？陛下天威在此，哪有这些的生存空间？草民遍走天下，偶得一绝对。若是陛下能帮臣对上下联，为臣甘拜下风。姓文的，你他妈好不要脸！你都说是绝对了，如何对得出来？不错，这分明是刻意刁难，没有固定答案，如何判定能对得出来？温先生，既已是绝对，又如何做评判？陛下放心，草民以文明担保，只要意境相合，对仗工整，便算对得出来了。准，文先生请出队。独揽梅花扫腊雪。独揽梅花扫腊雪，听起来不难呐。是啊，感觉我都能对得出来。一指乾坤定江山，如何？不对，文先生着相了吧？一指对独揽，梅花对乾坤，扫腊雪对定江山，这意境如诗如画，如何对不上？虽然工整，但是你没有领会其中的意境。分明已经对得很工整，能有什么意境？这不是那谁前世做的对子吗？李大人虽然工整，但确实没有领会其中意图。陛下，您来评评理。行了，别丢人现眼了，确实不对，我来试试。唯见积痕印台阶，唯见积痕印台阶。不对。什么？懒对剑，独对尾，梅花对积痕，腊雪对台阶，而且都是山雪落定，前世安逸，同一意境，为何不对？我就说你对的没我的好。你懂个屁！你才懂个屁！够了，吵什么吵？小夏子，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是我一指乾坤定江山，对得好。细腻山势物流溪，这怎么感觉还没胡大人对得好？我就说我对的最好。陛下，这几个对子都不太符合草民的心意。文先生认为小夏子的不对。独揽梅花扫腊雪，我是利用洋人的音阶想出来的对子，读作哆来咪发嗦拉西。哦，
原来是对应音阶中的前7个音。那我对的是啥呀？怪不得我感觉怪怪的，原来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啊！我没有看透谜底，看来这局是我们输了。可惜呀！何错之有啊？夏总管，我承认您是有点本事，但你对的也太不公正了。是啊，这没有理会其中的谜题，哪怕就算是对得再完美，那也不是绝对。更何况这下联也没有美丽到哪里去。陛下，虽然文无第一，但若都像夏总管这样强词夺理，恐怕这个比试也就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你要是想提前死，可以直说。年大人呐，我劝你不懂就不要瞎说了，免得贻笑大方啊。文先生，可否把我刚才对的下联再复述一遍？继而山势五流溪，这1、2、3、4、5、6、7，您是7个音阶对吧？而我是数字1、2、3、4、5、6、7，您觉得如何？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妙啊！这一局，甘拜下风。年将军已经输了2局，还要再比吗？比，当然要比。对子也不过小道儿。小道？那年大将军认为什么才是大道啊？自然是诗词。陛下，既然年大将军觉得丢脸还不够，那第3场就比诗词吧。我先来。我可得事先声明啊，这首诗并非我所作，而是我听到陛下吟诵，我便记了下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这首诗名为《送年大将军》。这也一般般啊。是啊，这其中虽然有新意，但文先生擅长此道，应该做得出来。文先生，你才高8斗，应该对得上来吧？如果仅仅是这首诗的话，老朽自认为能做出不逊色于这首的。当时陛下除了吟诵这首诗外，还有另外一首，名为《咏月》。文先生听好了：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朗朗浩浩照长夜，眼近微微无数星。滔滔宏愿因之起，挺躯来济苍生灵。横持此志成永志，百战问鼎开太平。文先生，你可能领会其中含义呀。草民对不出来。你放屁！你刚才不是说能对得上吗？这后一首诗比前一首诗还要浅显易懂，你为什么对不出来？草民不敢对啊！嘿，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这是陛下对臣子的评价。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这是陛下在吞吐志向。帝王诗，这是帝王诗啊！除了陛下，还有谁能做出这种心怀天下、霸气十足的诗句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草民甘愿认输。陛下大才。如今一共3局，共6场比试，你们赢1局平1局，接下来还要再比吗？年大将军，你可别忘了你的赌约呀！臣愿意辞去大将军一职。御下小心！护驾！护驾！哥，不要啊！陛下！小瞎子，你没事吧？
话说这皇上的胸肌为何如此浮夸？回陛下的话，奴才没事。您忘了奴才有防弹衣了。好，好，撵起身，朕待你不薄，为何犯上作乱？成王败寇，没什么好说的，要杀要剐，由你。哥，妹妹，陛下，请看在我哥多年劳苦功高的份上，饶他一命吧。年大将军，没想到你如此狼子野心，犯上作乱，当诛九族。不错，犯上作乱，当诛九族。来人，砍了！等等，陛下，您刚刚不是答应微臣，只要微臣赢了，就答应我一个条件吗？不错，奴才希望陛下饶年大将军一命。什么？你可知除恶不尽，必有后患？奴才有妥善处理年大将军的办法。陛下，您知道，奴才不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吗？把年大将军送到我们那个世界，奴才保准他不会再兴风作浪。好，便饶他一命吧。谢谢陛下。这就是通往你们那个世界的大门。没错。一会儿他们都进去了，你跟我一起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再也不回来。终于要回去了，去了我那个世界，我不相信你还能翻出什么波浪。跑！这是要往哪儿去呀？还有，别关门！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我要见皇上！夏朗，放！你别喊了。你说啊，那狗皇帝什么意思啊？不让我们回去，把我们囚禁在坤宁宫，算怎么回事啊？其实这样也挺好。以前我是皇后的时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囚禁吗？哎呀，这狗皇帝什么意思？明知道给他戴绿帽子，这都能忍？夏朗，既然陛下没有处置我们，那我们就在这安心的过日子吧。哥哥的事，谢谢你了。陛下，奴才不懂，为何要拦住夏安，不让他走？若让他留下，为何不？你也听他说了，他跟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更不应该让他留下，应该把他们全部杀光，留下他们。打打杀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朕倒是想看看他是自己有本事，还是借他那个世界的光。更何况，更何况什么？没事，把这个给他，告诉他，他若完成任务，朕自然会放了他。是。夏安听旨。不听。传陛下口谕，朕知道你心里有怨气，但先别怨。朕曾答应过你，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放了年启山。如果你再能帮朕解决一个问题，朕就送你回去。此话当真？这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啊！陛下也太刁难了吧！赈灾筹粮，安置灾民，这不就是钱的问题吗？还只让你便宜行事，这又不给任何支持，这可是朝中大臣都很忧心的事。这你就不懂了吧？有这些就够了。宝贝儿啊，我们很快就能和你哥哥见面啦！不过该如何赚到第一桶金呢？唉。
你这摸来摸去的干嘛呢？增香啊，你闻闻。哎呦，真香啊！对呀，宫里的女人争宠上位，而且家里丰厚，都是达官贵人的家眷。要是把这香水弄起来，肯定能卖发了。宝贝儿啊，你可真是我的小福星啊！夏郎，行不行啊？你不是说要制香水吗？怎么这么臭啊？这肯定行啊！这香水啊，刚开始臭啊。等我加工好之后，它就香了。你闻不了，你先回去，等我熬制好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呦，哎，闻闻，闻闻。我不闻。闻闻吧。哎，起，还闻不闻了？这是什么？好香啊！怎么样？要不要？不要我可拿去送人了。哎，夏郎，我错了吗？哎，你说，如果把这东西放在后宫去卖，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当然行啊，我不吃饭都要买一瓶。香水喽，香水嘞！一滴勾魂夺魄，两滴永不分离。居家旅行，男女调情的不二神器，嘿嘿。夏郎，你从哪儿学的这些词啊？怎么啦？有什么问题啊？太肉麻了。这你就不懂了吧？现在小年轻就喜欢这个。快去看看！哎，你看，人不就来了吗？这是什么呀？啊，这东西叫香水儿。来试一下。我看看。啊，好香啊！快闻闻。这怎么卖呀？不贵，5两银子一瓶。这么贵？真不贵。这小小一瓶可是能用上1整年的。你想啊，在这1年的时间里，你把这东西涂满全身，你的小情郎啊，还不得被你手拿把掐的？我要了，哎，我也要，哎，好，我也要2瓶，给我2瓶。哎，别急，咱一个一个来。我先来，来拿着，来，给。好香啊！有啊，发财了！一点小钱儿，你们香水的配方我要了。小安最近在做什么？他们在坤宁宫门口摆了个小摊儿，专门卖这个东西。香水？好香啊！走，朕去看看。你们香水的配方1两银子，我买了。哎，不是，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这位是燕王，掌管大钱的财政，大钱1半的钱都在他那儿。哎呦，原来是燕王啊！您想想我们香水的配方，那自然可以了。只不过我俩就是个跑腿的，做不了主啊。是啊，燕王，这香水的配方，我们确实做不了主啊。那谁做得了主啊？哎，这自然是陛下做主了。你们少拿皇上来吓唬我！一个被废除的皇妃，一个少了2两肉的太监，哎，弄死你们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哼，今天这配方我是要定，你们看着办。哎呦，这二叔这是看上朕的东西了。参见陛下。陛下，这怎么说是你的东西呢？怎么，关中大灾，朕让小夏子卖点香水赈灾筹粮。二叔看上所有的香水，莫非也是想要帮朕解决灾情一事？这个
哦，陛下，微臣突然想到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微臣告退。哼，啊，多谢陛下。就这些，离朕想要的还差甚远。还差得太远。大前首富，你不敢和人家斗，就知道惦记我这仨瓜俩枣是吧？是，陛下说的是，这只是第一批资金。时不我待，朕的二叔虽然是大前首富，但也是出了名的铁公鸡。碍于先帝一命，朕也不好对他如何。陛下，若想让燕王出资，臣有一计。你若是能让我的二叔拔出个1毛2毛来，朕估计可以高看你一眼。陛下，哼，有意思，那朕就期待你的表演了。奇怪，皇上身上怎么会有股香水味儿？我靠，这皇帝不会是个女的吧？我靠，这皇帝不会是个女的吧？不对，这皇帝就是个娘炮，他喜欢男的，以后要离他远点儿。啊哈哈哈！这是天大的喜事啊！还是夏大人有办法呀？对，诸位大人，是有什么喜事吗？夏大人此举，我们这些当官的以后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呐。胡大人，可有什么喜？哎，朱大人，嘿，好你个小太监，不给我香水配方也就罢了，啊，居然和皇上联合，让群臣来孤立我，这，哼！王爷勿忧，属下已经打听到了，陛下准备翻修京都住宅区，这个是规划图。听说啊，陛下准备翻修京都，让朝中百官认股，到时候房子卖出去多少，百官便能从中认取多少股份。岂有此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说？王爷，听说陛下是因为您连救济灾民都不愿意，所以才没有通知您的。这要是建好了，京都几百万人口，这得卖多少钱？不行，这个买卖我一定要做。王爷怎么有空来我们坤宁宫啊？夏大人，本王听说皇上把修复京都的事儿交给您了。是啊，这不是要给灾民建设安置房，已经将百官们的口袋掏空了吗？没办法，只能赚点钱养家糊口嘛。本王也想参与一下这个翻修京都，那是大好事啊！那有了燕王的加入，咱们启动资金立马就翻倍了。冰云呐，把账本给我拿来。夏郎，陛下说了，谁都可以入股，唯有燕王不行，言而无信，以后大钱所有的生意都不能找他。燕王啊，你也听到了，哎，可不是我不帮您啊，实在是陛下有旨意啊。夏大人，本王听说您与皇上的关系匪浅，本王愿出2000万来赈灾济民，不知可否通融一下呀？对，这是赈济款。哎呀，看来燕王你是有备而来呀。您这是什么意思呀？刚才您也说了，这不是救灾款吗？那您不还要入股翻修京都的吗？哦，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来，夏大人，本王听说这次谁给的钱越多，那以后的分红
就越多。哎呀，是啊，您是不知道啊，求我帮忙的人已经从北大门排到南大门了，都是要追加投资的。哎呀，那本王愿意出资5000万。5000万？哎呀，5000万，高高的。燕王啊，您这下就回家，等着数钱吧。陛下，如今有了王爷的救济款，灾民已经安置妥当了，第一批安置房建设也已经步入正轨了。好，陛下仁德，现在外面有传，陛下有古之圣人之福，天佑大钱，天佑大钱。陛下，眼下百姓都已经救济完毕，不知道何时开始翻修京都的房子。翻修京都的房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是上次夏大人跟我说的，您要翻修京都啊。夏大人，你跟皇上说去啊。没错啊。哎，你看，夏大人都说没错了，您听到了吧？朕想起来了。可如今这安置房的事情还未了结，这国朝不能同时拥有2大工程。至于翻新京都的房子，是20年之后的事。啊？20年之后？不是这，您看这规划图啊，这没写哪儿？您好好看看啊！这不是写着呢吗？20年以后的规划图啊！20年之后。哎呀，陈太医，今日是送别宴，没有外人，不必多礼。谢陛下成全。多谢陛下成全。朕从你的口中多次听闻你那个世界，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世界，可以让你如此念念不忘。我们那个世界啊，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大家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奋斗着。最重要的是啊，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担心自己的脑袋会突然落地。那个世界一定很美好。是啊，等你去了以后，你一定会特别喜欢的。那依你们所看，他与朕的大钱如何相比？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陛下再兢兢业业、国泰民安的干个500年，不对，1000年吧，差不多就是我们那个世界。依你所见，那朕是有生之年都等不到了。陛下，你也不必妄自菲薄，我们那个世界它也是由无数帝王将相前赴后继才形成的如此庞大的盛世嘛。陛下您可能是看不到了，不是，但您作为一块基石，一定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那个最耀眼的帝王，注定会被青史大书特书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干！但朕缺少良臣，不如你留下来辅佐朕如何？陛下又在开奴才玩笑了。正如你刚刚所说，在你那个世界缺你一个不缺，但在朕这儿，你就是独一无二的。陛下您言重了，奴才其实没有什么本事啊。给陛下办成了这些事儿，也就是纯属巧合。巧合啊！朕怎么记得你刚来皇宫的时候，目的可是睡遍宫中的所有嫔妃啊！陛下息怒啊！不是，他怎么知道我的目标是这个？可是事到如今，你可以为冰云做这么多事情，那为何不能因为朕也做这些事情而留下来？难道朕就这么不堪扶持吗？陛下，我对冰云一见如故，为如此美女做侍臣，
心甘情愿。是啊，陛下，都是奴婢勾引的夏郎，夏郎才做了那么多荒唐事，望陛下成全。所以你为了她做这么多事情，皆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没错。抬头。我靠！如此，夏总管可愿意留下？他能给的，朕也可以给；他不能给的，朕亦可满足。我去，原来皇上您是女人呐！陛下怎么会是个女人？当年先帝早逝，朕便从民间被接了回来，赶鸭子上架当了皇上。可大前自古没有女帝的先例，因此朕便从此女扮男装。哦，原来如此啊！我靠，这女帝长得也太犯规了，要不就留在这儿？不行！望陛下恕罪，在我们那个世界，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女人。我已经有冰云了。夏郎，也罢。那你们便回去吧。多谢陛下成全。我燕王以脑袋发誓，他李寒君就是个娘们儿，他凭什么当我们大秦国的皇帝？燕王，你要确定，这可是诛九族的罪。哼，我燕王虽没什么能耐，可毕竟是太祖的血脉。他李寒君就算是再有本事，一代女流之辈，怎么配做我大秦的帝王？你，燕王，这是何意呀？哼，这是我大秦的皇家族谱，上面记载了历代君王的名讳和子嗣，而先帝之后，李寒君之名讳、性别女，也就是说，我们天天叩拜的皇帝，她是个女人。你闭嘴！这怎么可能？皇帝怎么可能是个女人呢？是啊，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们怎么能尊一个女人为皇帝呢？这定是燕王的阴谋。陛下，事关大秦社稷，老臣斗胆询问陛下，你是否为女人？不错，朕是女子，你也是皇帝。啊，这……听到了吗？他自己都承认了。谁说女子不能当皇帝？又是谁规定的？当皇帝必须得是男人啊！天子，天子，皇权受命于天，只有天的儿子才能当皇帝。李寒君，这雷声就是上天对你当皇帝的震。哈哈，真是可笑！你怎么不说这雷声是上天对你们的震怒啊？震怒你们这些人竟敢质疑陛下的权威性！陛下乃先帝之女，他自然有资格继承皇位。胡说八道！我大秦自开国以来就没有女帝的先例，就算是翻遍任何一个史书，也没有女性帝王的存在。以前没有，之后便就有了。来人，先王蛊惑人心，祸乱我大秦朝政，拖下去斩！安着，我看谁敢！我死不足惜，但是各位大人，你们就忍心看着一个妖女来祸乱咱们大秦的国运吗？李寒君，这隆隆的雷声就是上天对你的不满呐！不错，平日惊雷，恐怕上天不满呐！放屁！我认为皇帝是男是女不重要，只要是先帝的孩子，能够让国家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那就是好皇帝。不管怎么说，女人当皇帝自古也没有先例呀。
你听着隆隆的雷声，上苍震怒了。李寒君啊，李寒君，如果你对上天还有一丝的敬畏之心，就退位让贤，把位置让给我。既然你如此笃信这雷声，那可敢与我打个赌？赌什么？就赌这雷声是不是对陛下的震怒？你想怎么赌？诸位大臣，与我一起站在屋外，我赌这天雷不会击中我们其中任何一人，因为陛下合法合规。你虽然不臣，但他可以庇佑我等。诸位，谁愿与我一起啊？夏郎，我愿与你一起。我相信陛下，我也去，我也去，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我也去，我也去。既然你们要找死，那谁也拦不住。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好了，这是陛下的铁枪，福泽深厚，有他在，我们都会受到陛下的庇佑，天雷都要让步。你这个狗奴才，皇皇天威岂是一个女人能够庇佑的？就让天雷劈死你们吧！没事儿，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太厉害！我靠！陛下虽是女人，但的确受上天庇佑，乃正统皇帝。没错，如此看来，陛下就是连上天都承认的皇帝啊！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老天爷呀，老天爷，你何其不公啊！偏要庇佑这个妖女，我诅咒大秦总会族灭！放肆！燕王慎言！燕王妖言惑众，祸乱我大秦朝政，诅咒我大秦国运，斩立决！来人！是。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我跟大藩的使者已经讲好了，3日之后，如果不见我回来，他们的30万大军就会兵临城下。拖下去！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陛下，若真如燕王所言，恐怕今日事明日再议，都退下吧。臣等告退。这人都已经走了，怎么还趴着呢？陛下，方才夏郎他离铁枪太近，吓尿裤子了。哎，夏郎，你没事吧？快起！我还以为你真不怕呢。今日之事，真谢谢你。这都是微臣应该做的。没诚意，老子可能为你赌命了。要是真要感谢，躺床上洗白白等我呀！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带他下去换裤子！夫君今天大展神威，你不得奖励奖励我呀？哎，不是。尿裤子的夏大人，自己睡吧。哎，我靠！哎呀，我逞什么能啊？那铁枪只能庇佑20米左右，离那么近，万一劈到自个儿身上，那不完犊子了？
冰云，别闹！陛下，你怎么来了？陛下，你怎么来了？来跟你睡觉啊！啊，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不是一直想睡我吗？啊，如今我就在你床上，不敢碰我了。陛下。夏郎，你以为我想当这个皇帝啊？先帝膝下无子，几个宗亲都不学无术。如果我不当这个皇帝，大钱早就战火不断了。是。有时我多羡慕你跟冰云啊，可以无忧无虑的在一起。陛下，你也听到了，你这一走，大藩大军就会攻进来。我这皇帝当的不快活，连死也不能快活一下吗？这不，你平时喜欢跟冰云用什么姿势啊？都行。陛下，你这是何苦呢？朕乐意。陛下，其实臣有退敌之计。真的？你今日怎么能让朕穿成这样？穿成这样怎么了？哎，你看这满大街不都穿这样吗？我们这世界啊，就流行这么穿。不过你们的世界确实挺丰富多彩的。你看到的呀，只是冰山一角。可是朕应该如何击退那30万敌军呢？你看，那是谁啊？参见陛下。严将军，快请起。陛下，微臣之前鼠目寸光，只知道争权夺利，还请陛下恕罪。陛下，请看。只要一抬，30万大军就会土崩瓦解。陛下，请看。如此厉害！陛下，微臣坚信，只要有了这些，我就可以打遍天下。我大秦本土最起码可以扩大1倍。可是年将军，如何能让他们把这些武器卖给咱们呢？陛下不必担心，如今这大夏已与我大秦是合作伙伴，包卖的。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大藩30万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呀！是啊，现在陛下还没有消息。听雨姑娘，陛下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这还用问？那早就吓得屁滚尿流，连夜逃窜了。我早就说过，一个没有卵子的女人，那能成什么事儿？没见过世面，那成不了大事儿。闭嘴吧你！你个卖国求荣的混蛋！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帮本王上位，那30万大军我是挥手可退。到时候我会既往不咎，如若不然，陛下，陛下，你来了啊！你是年大将军，你怎么穿成这样啊？怎样？没见过吧？穿着
老舒服了。不知燕王的退敌之法是割让几座城池？莫不是燕王你卖屁股，人家白白帮助你？不是燕王你屁股有那么翘吗？哼，此次大藩助我，只需割让区5座城池而已。5座城池，你可知道这5座城池的百万百姓将会流离失所？能让我大钱改换一个新天，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应该感到荣幸。可惜你的退敌之法注定会被落空。年将军，臣在。速去退敌！速去退敌！遵旨。一个年起山，管个屁用！就是100个1000个年起山，那也没用。奶奶的，我早就知道你有反骨之心，请陛下移步殿外，看我是怎样灭敌的。好。先来。这是什么？如此大的气量！众位大人不必惊慌，这是我大钱第一利器，区藩邦，颤抖吧！年将军，敌军已歼灭。陛下，藩邦30万大军全部歼灭。不可能！我藩邦可有30万大军呢！不可能，不可能！你那藩邦30万大军在黄泉路上等着跟你会合呢。陛下，陛下万岁！大钱万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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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接下来我要走了。小夏子，如果你们那个世界真的是一妻一夫制的话，可否留在朕这个世界？朕舍不得你啊！我这是啊，夏郎，我在这个世界也有很多舍不得。哎，可是，如果你愿意留下的话，这后宫佳丽3000，皆可由你挑选。夏郎，夏郎，夏郎，夏郎。我